妹子穿着清凉，独守空房，没想到一回头，背后竟有2名大汉。原来就在几分钟前，遭遇重创的外星战舰潜入了后山，释放了数量惊人的探测球，要在繁华的小镇中找到帕比的藏身之所。与此同时，大雄也在用地球人的友善，帮着帕比修理着飞船重返家园。可对于孩童来说，大千世界仿佛具有魔力，飞入房间的萤火虫就如同流淌于寂寞中的音乐，让人忘记辛劳，直至被帕比插中，在眼前发生了爆炸。大雄才得知窗外与黑暗共存的荧光是敌方派来寻找帕比的探测球，如果继续藏身于此，就等于自投罗网。于是几人用任意门来到了静香家，因为静香是唯一不曾暴露在敌方面前，能够藏起帕比的最后希望。为了给最后的希望加层保险，小多拉用墙纸在静香家中创造了一个秘密基地。虽然基地的楼梯黑暗且狭小，可基地内却如同一望无际的田野般广阔无际。安排好帕比后，大雄用尽量啰嗦的语句，让静香在确保帕比不暴露的同时，希望静香也能够注意安全，便与静香再挥手见到了别。次日开始，曾暴露于敌方面前的4人又过上了最熟悉的生活。越是这般安静，越是引起了敌方队长的注意。于是当大雄4人通过任意门前来探望帕比时，有一颗探测球藏在胖虎身上，一起潜入到了秘密基地中，这也将帕比的存在再次暴露在了敌军面前。小多拉此次前来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，他通过反侦查确定了敌军藏匿于后山，希望可以利用时间差打对方个出其不意。而小夫也为众人准备了武装坦克。为了不让地球的朋友卷入事不关己的斗争中，帕比希望自己可以乘坐刚修好的飞船离开地球，用自己的生死确保朋友的安全。可地球上有句古语，叫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他们用行动发声，要为帕比击败敌军，赢得有明天的未来。与此同时，敌军在确定了帕比的藏身坐标后，战舰也驶离了后山。毫不知情的静香返回基地，只剩下空无一人的房间和放在地上的缩小灯。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随即而生，那就是泡个牛奶浴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战舰已悄然抵达，震碎了玻璃，潜入了房间。待静香觉察到异响时，战舰已进入到了秘密基地，静香被对方抓获，缩小灯也一同落入了敌方手中。他们用酷刑想从静香口中得知帕比的去向。在劫难面前，静香用自己的沉默心甘情愿地守护着朋友。而想大闹一番的大雄等人没能在后山找到敌方战舰后，重新返回了秘密基地。可这里早已成了废弃的钢筋水泥。几人疯狂地冲进房间寻找静香的痕迹，却发现那个说好永不分离的人早已消失于眼前。而帕比盯着房外的留言陷入了沉思。据留言所说，静香已被敌方带走。几人想用缩小灯将自己恢复原本大小，变回最强战力，却发现缩小灯也被敌方一起打包带走了。这也意味着在剩余的时光中，几人将以这种形态走完一生。所以只有夺回缩小灯，救出静香一条出路，即便那条路会是条不归路。但大雄深知这份痛彻心扉的爱情是真的，他愿意燃烧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这份纯粹的坚韧。然而就在众人商量对策时，帕比却在这时默默地离开了基地。